子，刚出锅的臭豆腐！来来来，刚出锅的，趁热吃！来来来，刚出锅的。8点88，今晚如果开张不了，明天就要喝西北风了。本系统服务立志将宿主打造成全能厨神，新手任务食材已发放。任务目标：以88元单价售出100份正宗麻婆豆腐，失败惩罚系统解绑。88，一份豆腐卖88，疯了吧？奢侈品价，网红博眼球吧？厨神系统，坑低吧？人均15的夜市卖88，这是逼死我！别理他，估计是个网红，想搞噱头。麻婆豆腐88，小伙子，抢银行比这快。周大爷，您可是咱们这块的美食活地图，快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上一课！我在蜀地吃了40年川菜，夜市摊子上敢卖88一份麻婆豆腐，我真的能做到吗？我是不是真的在自寻死路？检测宿主心态崩溃，系统强制接管，开启麻婆豆腐专精教学。第1步备料，第2步掌上切豆腐，第3步猛火起锅。吃还是不吃？行，给我来一份。要是做的不好，我要你砸了这招牌。掌上切豆腐，有点基本功。肉末要酥，必先去水，逼出油脂。我操，什么味儿？这么香！1勾芡收汁，2勾芡晾油，3勾芡紧锁。汉元贡椒，起！这味道！88，扫码。怎么样，周大爷？是不是难吃的想吐？我就说这小子骗。烫，滚烫的温度直冲天灵盖，但这烫里，天哪，豆腐嫩得像在舌尖融化，牛肉末酥脆得像炸裂的子弹，麻辣鲜香，烫嫩酥活，太好吃了！我以后吃不到可咋办？小师傅，这一盘88，嫌贵，嫌贵，价格不贵。这种国宴级别的火候，这种正宗的汉源花椒卖88，简直是做慈善！你这是在羞辱这道菜！就是88嘛，这是我的命！老张，快来3岔口，这儿有个神仙豆腐，迟了绝对后悔一辈子。还有最后5份。老板，再做点啊！我有钱。来一份，这边。给我。成功售出100份麻婆豆腐，奖励川菜灯影牛肉，其名源于薄如纸，透如灯，影可见。刀工不到位，不配入锅。顺纹切片，逆纹断筋，要薄还要整。食材发放，任务发布，7日内售出120份，定价588元每份。什么？588元一份？这价格疯了吧？之前麻婆豆腐88都被骂抢劫，现在直接588。我操！我没看错吧？588，这老板是不是疯了？小伙子，你这卖的是龙肉啊！快看，周大爷来了！周大爷，您快评评理，这小子是不是在宰客？川东的小黄牛，而且只要腱子心那一块，食材倒是舍得下本。吃吗？588，你要是做不出这个价的味道，今晚这招牌不用我砸，光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。看好了，这刀工
仿佛一片红色的玻璃纸或红宝石。我的天！这种刀工，别说在夜市，就是很多成名多年的大厨，很少有人做到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油温3成，下肉，慢火进炸。请。入口即化，麻，舌尖发颤，辣，回甘悠长，脆得像纸，毫无残渣。国宴名菜都比不上这一盘。演的挺像啊。托子多少钱一天？不去横店真是屈才了。天价牛肉加托，网红套路罢了。某吉林都没你敢定价，588吃盘牛肉。就是合成肉还卖天价，想赚钱想疯了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岂是为这点钱演戏？大家别被骗了，这肉指不定是什么肉。老板，当大家是傻子？赶紧滚出夜市！这么贵，说不定真是骗子。套路太深了。你说我是骗子？哼，没错，就是骗子。证明这肉值588，我今日全包圆了。证明不了就砸了摊子，立刻滚出三岔口。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既然你说肉有问题，那就让你看清楚。缓缓的，平质的。一丝一颤，拿着，干嘛？对着光看，凑近闻，竟然没有任何血腥味，合成肉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自然的纹理和气味。我操，真能透光啊！这刀工神了！点还是不点？这刀工有点邪门，咱别跟他硬刚了，走吧。是啊，林少，这地儿也不卫生。走什么走？现在走，别人以为是我们心虚。支付宝到账588元。做，现在就给我做。稍等。哼，家人们，今天带大家打假一个网红摊位。油温6成，脱水。怎么会这么香？花椒、辣椒，入！哇，搞这么多花椒，肯定是想用重口味掩盖肉质的缺陷。好了，见证奇迹哦不，见证骗局的时刻到了。大家看，这就是588的牛肉，量也就这么点儿，薄是挺薄。林少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难吃？要不要我现在就掀摊子？我操！看他吃的，我都饿了。这富二代不是来打假的吗？怎么搞得像吃播一样？林少，您说话呀！是不是难吃的说不出话了？滚！我道歉。588，甚至便宜了。这是我从小到大吃过最好吃的灯影牛肉。视频我不删，你们要发就发吧，这脸我丢得起。但我把话放这儿，谁要是说这肉不好吃，那就是味蕾坏了。家人们，就是这儿，林少刚刚道歉的地方，588的牛肉，我也要尝尝到底是不是神仙味儿。老板，给我来2份，不3份，我有钱，别挤，后面排队去。还有最后10份。海盗！本少爷带货能力这么强。林少，咱这算不算捧红了他？哼，是他本事硬，这牛肉确实值。老板，你看我大老远打车来的，哪怕给点肉渣也行啊。没肉了，食材耗尽。明天呢？明天几点出摊？我还来排队。看心情，看食材。恭喜宿主，灯影牛肉任务超额完成，实际售出188份，评价优秀，知名度初露锋芒。鉴于宿主表现优秀，特奖励浙泰系完整技法。新任务发布：西湖醋鱼，
这道菜名声在外，但却是出了名的难吃。外地人吃惯那股酸甜和土腥味，本地人又觉得大多馆子做的不正宗。本系统提供的西湖醋鱼非凡品，配套调料388吃一条草鱼，系统，你这是让我刚火就塌榜啊！这道菜对火候和刀工的要求比灯影牛肉更变态，多一分肉老，少一分肉生，芡汁厚一分则腻，薄一分则淡，好活性。既然是名菜，就不能让它蒙尘。明天就做。醋鱼讲究7刀半，刀至脊骨，手起刀落，留筋不切断，切断几经，改牡丹花。来了，陈老板来了！老板，还老板才2小时了，我要10份牛肉。我眼花了，西湖醋鱼388，草鱼才7块1斤，家人们翻车了！著名的黑暗料理388。今日只卖鱼，不吃请回。跑什么？好东西都没亮相。是周大爷。清水瘦身开化鱼，没土腥味儿，来一条。这杀鱼手法，第7道，片肉留皮。我操，鱼开花了！这刀工比昨天牛肉还夸张。3分钟必须出锅，多1秒则老。这醋味正。这卖相难道比牛肉还神？西湖醋鱼388，请。芡汁要宽，色泽要红，但这红不是色素，是镇江陈醋和冰糖高温氧化中的自然色泽。酸甜平衡，极致的平衡。入口鲜酸，中段回甘，最后是鲜。最绝的是，这草鱼竟然一丝土腥味都没有。小陈师傅，这道西湖醋鱼在我吃过的里面排得进前3。老周可是出了名的刁嘴，前3，这评价太高了吧？不管了，给我来一份，388就388，老子拼了！少爷，咱撤吧。这鱼看着是还行，但388吃条草鱼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笑话个屁！本少爷的主业简介是只吃真东西，如果不是才是笑话。老板，给我也来一条。排队。家人们，我又来了。说实话，我不信草鱼能做出什么花来，但这味道……这口感，这真的是草鱼？怎么吃着像蟹肉？家人们，我又要道歉了。林少又跪了，3叉口新神菜诞生。宿主专注度提升，熟练率提升。舌头不错，眼力还得练。这老头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，像是在哪本美食杂志上见过。今日售罄，我排2小时，又卡我这儿。老板加量啊，我加钱都行。鱼不够。恭喜宿主任务完成，成功售出168份，综合评价 S 级，解锁调味精准进阶权限。你对酸甜咸鲜把控已达毫厘之差。任务目标：7日售出200份西湖草鱼，特殊限制，单价上调至488元每份，每日限量30条。任务奖励：解锁蔬菜基础技法。涨价到488，还限量？系统，你是嫌我仇恨拉的还不够稳啊？抢钱啊！黑店吧这是，真把自己当厨神了？网红套路，割韭菜。食材升级也是为了保证质量，想吃的留下，不想吃的请便。我看你就是贪心，大家别买，让它烂手里。吵什么吵？本少爷还在后面排队呢，都不吃是吧？都不吃，那我包圆了，每人限购1份，给我来一条。你们懂个屁！这鱼用的是开化清水鱼，还是瘦身过的？这醋味一闻就是陈酿，这味道
比刚才更浓了。你这火候控制的也太稳了吧！味道更纯了。你小子是不是换醋了？这回干比前2天的还要厚重。加了一味陈皮，提鲜去腻。488，太特么值了！林少都说值，那肯定错不了。我也来一份。陈哥，你就教教我呗，就一招，我保证不泄露。你看你这手艺也太绝了。小陈师傅，生意不错呀。今天没吃到鱼，可惜了。不过我有样东西要交给你，这是 H 市每3年一次的厨师交流会请柬，主办方托我带给你。厨师交流会特邀我？我操 ！H 市厨师交流会啊，那可是只有5星级行政总厨才有资格参加。你一个摆地摊的，竟然被特邀了！交流会，英雄不问出处，你的手艺不该只埋没在这烟火巷子里，去看看吧，那里有更广阔的天地，也有更强的对手。川浙双系精通达成，特殊奖励已发放，特殊奖励已发放，临街旺铺使用权3月。撒尿牛丸精髓在于千锤百炼，需将牛肉纤维彻底打碎，却又保留其肌肉蛋白的活性。和牛做的也没这么贵吧？行，来一份。那是淀粉，我这是肉。看着平平无奇嘛，切，本少爷吃过。慢着，小心烫。我操，少爷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这哪里是液体炸弹，脆的，肉竟然是脆的。68，太便宜了！老板，再来10份，我要打包带去夜店当小妖。每日限量500颗，这锅没了，明天赶早。你大爷的！听说你要去 H 市的厨师交流会，你去了就是去踢馆的。我不是去踢馆，我是去告诉他们，好吃的菜不在高楼大厦，而在烟火人间。行，冲你这句话，老子挺你到底。群里我已经开了盘口，赌你赢，别让我输得太难看。兄弟们，我已经到了 H 天酒店门口了，这次来了不少狠角色，怕个毛！我赌500份牛丸，陈师傅教他们做人。老周这次是糊涂了，推荐一个夜市摆摊的来参加交流会，这是把我们餐饮协会的脸往地上踩。师傅，您多虑了，野狗进了狼群，只会夹着尾巴逃跑。不可轻敌，听说他那道西湖醋鱼有点门道。西湖醋鱼，那是骗外地人的菜。论鲁菜的底蕴，论葱烧海参的火候，他那点野路子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明天交流会，我要你在第1轮基本功展示里就让他滚蛋，别让他脏了后面的正席。明白。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科班出身，什么叫云泥之别。哎，送货走后门，这是嘉宾通道。我是受邀嘉宾。哼，现在的交流会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，连送外卖的都能混进来了。你就是那个在夜市卖醋鱼的？是我。这里是品鉴艺术的地方，不是让你卖大力丸的。识相的，自己滚回去，别等会儿让保安把你插出去，丢人现眼。魏家的小子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沉默是我推荐的，怎么你也想把我插出去？哟，周老，您这眼光可是越来越差了。这种摆地摊的只会拉低我们 H 市餐饮界的档次。菜只有好坏之分，没有贵贱之别。你身上的香水味掩盖不住你心里的铜臭味。你说什么？是不是艺术？等会儿在案板上见。
只怕到时候你的艺术还不如我的大力丸。小陈，这魏明是魏坤的亲传弟子，尤其擅长刀工和火候，不好对付啊。周老，您说过，更广阔的天地就有更强的对手。我来了，就没打算空手回去。谁是厨师交流会第一轮基本功展示现在开始，考题文思豆腐，限时10分钟。今天我就教教你什么是祖师爷赏饭吃。我操，这孙子的手速，就算单身30年也练不出来吧？行云流水，细可穿针。魏师傅这刀工已得魏老真传啊！我给9.5分。夜市摊主，到你了，别告诉我你只会剁肉丸子，拿砍骨刀切文思豆腐，他疯了吧？你以为这是在街边刀都没有，也敢来这儿丢人现眼？乱七八糟，他连切丝的指法都不懂，完全剁碎了。不知所谓的小丑。时间到，请看。好小子，化腐朽为神奇！满分，必须满分！神乎其技，10分。文思豆腐考的是刀工均匀，切丝如发。你这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拼图游戏，偏离了考题本意。我给6分。魏坤，你还要不要你这张老脸了？我是主评委，评分规则由我定。我说6分就是6分。陈默平均分9.2分，魏明9.5分，魏明胜出。你少得意，不过是耍杂技的花架子，有种明天比真功夫，看你怎么死！花架子，奉陪到底。创意刀工复赛淘汰赛，自选食材，自选造型，限时20分钟。陈默，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品！龙凤呈祥，20分钟能完成这种极致的石雕，魏明的手法确实无可挑剔，9.6分。化平庸为生机，麦田守望9.4分。拿生肉糊纸灯笼，这是什么阴间艺术？麻烦各位关掉大灯。哦。这是光影艺术，他利用了肉质最微小的纹理密度差异，用刀在肉上作画，用光来讲故事，烟火人间，这才是真正的食之大美。10分，10分，我生平仅见9分。陈默平均分9.8分，第2轮总榜第1，反超魏明。别急，我这里还有很多。第3轮复赛考题：鲁菜经典葱烧海参，限时45分钟，请选手上前抽取食材盲盒。特级辽东关东参，肉质肥厚，参中极品。黄玉参这玩意儿在海鲜市场也就110块1斤吧。陈默，老天都不帮你，食材不行，你技术再高也是白搭。这轮你拿什么跟我斗？真正的好厨子从来不挑食材。火候极佳，海参软糯弹牙，高汤的鲜与大葱的香完美融合，无可挑剔的标准做法。我给9.3分。海参切片，这还怎么烧出胶质感？胡闹吗？
把海参当肉片炒，这也叫鲁菜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入口先是大葱的焦香，咬破的瞬间，小葱的清新和干板甜味在舌尖炸开。最不可思议的是海参，低温慢煮让次等黄玉参完全去除了硬木感，嫩如凝脂，鲜甜无比。这股酸味瞬间觉得是这葱油的腻，它用神乎其技的调味弥补了一丝其微妙的果酸不足，甚至超越了极品关东参本身的口感。一派胡言！葱烧海参讲究的是原汁原味，他加这种来历不明的酱料，完全掩盖了海参本来的味道，这是本末倒置，这道菜不及格。魏老弟，厨艺的本质是好吃，固步自封才是真正的倒退。我给10分，9.5分，9.8分。除去最高分和最低分，陈敏平均分9.6分，再次击败魏明。不可能，我用的是极品关东参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夜市摊贩？科班也不一定赢，你的规矩太多，把脑子都烧糊了。缺失糖、白胡椒粉，还有醋，比例失衡，8.0分。说错一种，8.5分。缺失冰糖、陈皮、柠檬汁，完美复刻，9.2分。缺失冰糖、陈皮以及青柠汁，完全正确。等等，这锅基础清汤里还被人加了东西，0.1%的鱼露。鱼露，清汤里怎么会有？哼，在青柠激发下会无限放大，按标准加立刻泛起腥臭。这是抗压测试，算他过关。魏主评委，埋这种下三滥的陷阱，以为我喝不出？哼！把熬汤的配方拿来。果然有微量鱼露，荒唐！师傅，我输了，你帮帮我！没用的废物，丢尽魏家脸！决赛我亲自下场，陈默，我要你永无翻身之日！各位，作为本届郊游会的主评委，我决定临时增加一项规则。魏老亲自下场，这摆明了是针对，老子要亲自报仇啊！这不可能！他亲自下场是杀人诛心的心理战，要用差距碾碎你的信心。无所谓，来就是了。莫哥，莫哥天下第一！陈老板，魏大师让我给你带句话。说。空白支票数字随便填，但如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那个夜市摊位会被查个底朝天。回去告诉魏坤，想赢我，让他明天在灶台上凭本事来拿，用钱，他还不配。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死定了！滚！想封杀我，有意思。明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各位来宾，厨师交流会最终决战现在开始，3局2胜，第一局自选菜，限时60分钟，食材技法不限，有请2位选手登台。陈默，我看了你的比赛，你很强，但我不会留手，这是对你最大的尊重。一样，好对手值得我全力以赴。
太厉害了，龙虾三吃，而且你们看它的摆盘。60分钟做5道菜，这怎么可能来得及？一心五用，酸甜苦辣咸，他这是要做大席吗？时间到。鲜甜脆爽，火候绝佳，米油的香气和龙虾的鲜味完全融合，无可挑剔的高级宴会菜。我给9.4分。五味杂陈，乱七八糟，这是什么大欢会？你把这当成街边快餐了吗？这道菜名叫五味调和，人生五味，酸甜苦辣咸，分开吃各有个性，融合在这碗清汤里，才是包罗万象的圆满。请品鉴。入口微酸，咽下颓甜，舌根带着淡淡的苦韵，喉咙却又被一丝热辣包裹，最后留下的是火腿沉稳下咸鲜。这碗汤里有岁月，有沧桑，有生活。阿成的龙虾虽然美味，但它缺乏情感的深度。第一局，陈默得分9.8分，战胜阿成，先下一城。我输得心服口服，但这只是第一局，第2局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好，我等你。第2局，神秘食材，限时45分钟，请看。我去，猪大肠这玩意儿怎么上得了国宴级别的台面？处理不好就是灾难啊！猪大肠最考验厨师的基本功和去腥技巧。陈默，你一个摆地摊的，只会用重口味掩盖劣质肉，我看你怎么处理这下水。好长。好快的手法，这是粤菜经典的脆皮大肠。高压锅压大肠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肠的韧性全毁了。那是啥？我没看错吧？巧克力？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往传统川菜里加巧克力，你在做黑暗料理吗？规矩是人定的，味道才是王道。时间到。内里干净无异味，酸梅酱很好的解了油腻，口感不错，但这道菜过于四平八稳了，缺乏惊喜，我给9.2分。这种加了巧克力的垃圾，我拒绝品尝。这是什么神仙搭配？肥肠软糯 Q 弹，完美保留了脂肪的汁香，汉源花椒的麻和豆瓣酱的辣交织在一起。最绝的是这微乎其微的巧克力，对，巧克力的微苦完美中和了肥肠最后一杯丝腥气，可可脂更是让原本容易干涩的酱汁变得极其丝滑醇厚，不仅没有破坏川菜的根基，反而升华了味道。天才，绝对的天才搭配！评委一致决定，陈默的红烧肥肠得分9.7分，陈默以2比0的绝对优势提前夺冠。不仅刀工好，对味道的理解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输得坦然，3年后咱们再战。慢着，按照昨天的临时规则，冠军还要接受我的挑战。陈默，你敢不敢？老东西真不要脸了！堂堂泰斗，非要把年轻人的路堵死吗？请。加赛命题：传承，限时90分钟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底蕴。我的天，那是极品野生海参，一条就得上万块。这是我魏家传承30年的秘制老葱油，经过数十种香料熬制、陈化发酵，千金不换。莫哥拿怪面干什么？他这是打算认输了吗？水温95度，面条微透即老。这道菜代表着鲁菜的巅峰，代表着宫廷御膳的传承。葱香浓郁入骨，海参软糯却不失弹性，完美无缺，给9.9分。一碗清汤化面，陈默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这算哪门子的传承？请品尝。这面好香，鲜鲜得当，猪油的脂香划过喉咙。这碗面让我想起了母亲做的早餐，那是家里最穷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一碗面。简单，却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味道。这就是传承，不需要山珍海味，只需要用心。这碗面是灵魂，我给满分10分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一碗挂面？你作弊，一定是你作弊！魏大师，您的手在抖。你怕输，你早就失去了做菜的纯粹。魏坤，你输的不是手艺，是你那狭隘的心胸。
陈师傅，作为夜市摊主击败鲁菜太祖的第一人，您现在心情如何？我是 H 市香格里拉大酒店执行副总，行政总厨的位置给您留着，年薪100万打底。100万？我的个乖乖，这待遇直接拉满了。门槛太高，饭就馊了，不送。莫哥，你疯了吧？炒一辈子饭能挣出个别墅来吗？刀一旦有了铜臭味，切出来的肉就是酸的。好吃的菜只存在于烟火人间，去了大酒店被各种 KPI 绑架，就做不出老百姓吃得起的味道了。普通的食材做到极致，这就是巅峰。大快人心啊！魏坤那老贼因为贿赂评委，意料之中，心术不正，连火候都控制不住。魏明，你来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？陈师傅，我以前狗眼看人低，吃了您那碗阳春面，我才知道我根本不配拿刀，求您收下我。厨房里没有贵贱，只有用心和不用心。明天早点来洗碗，3个月后我教你切菜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宿主已在厨神道路迈出一步，传授中华料理库全篇知识。新任务发布，传道授业解惑。我去，这真的是打败了鲁菜泰斗的食神开的店吗？麻婆豆腐15块，西湖醋鱼才38块，这价格也太亲民了吧！何止亲民，味道简直绝了，排3个小时我都愿意。师傅，前厅忙不过来，快来搭把手。再加把劲儿，不能拖师傅后腿。3号桌，小份灯影牛肉；5号桌，西湖醋鱼小心烫啊！麻婆豆腐讲究麻辣香酥嫩鲜活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陈老板不装逼了，评价下菜一样封神，这才是真正的厨神！打赏走一波！好了，端出去吧。师傅，魏明哥好像在后厨休息，要不要叫他来帮忙？别急，我教你怎么正确切肉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太笨了，我怎么这么没用，连切肉都做不好，肯定让师傅失望了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拿刀也是一样。看好了，不要用眼睛去看，用手去感受。闭上眼，感受肉的纹理。它是活的，横切牛羊，竖切猪，刀刃触碰到肉的阻力，就是它在跟你对话。慢一点，不要用蛮力，顺着它滑下去。师傅，我切出来了。记住这种心境，这才是传承。有人来了。家人们，今天我把神殿打回原形，夜市地摊也配叫厨神，难吃我当场砸锅。懂不懂规矩？排队去！你们单我买了，拿钱让开。出去排队。我全网500万粉，我一句话让你关门。我再说一次，出去排队，不吃就滚。坤哥，这是 H 市，5位居规矩就是规矩，玩横我陪你。林少，我排。家人们，开吃！现场麻婆豆腐。不麻不辣，垃圾。我是展示它普通，再尝牛肉。坤哥。说啊，掉粉了，又腥又酸，我替天行道砸招牌。鱼388，清代瓷盘2万，摔了照价赔。家人们，我挑不出毛病，我输了。算你狠，手艺我认。下次不用演戏，好好吃饭。外面冷，多穿件衣。莫哥，你怎么确定他不敢砸？
他没坏到底，只是迷了路。推则坠，给台阶则下。做菜如此，做人也是一样。五味居，我服了，不是剧本，是真好吃。陈默，你放着100万薪不要，就在这种苍蝇馆子里当个厨子，这生意看着倒是不错。魏大师，吃饭请坐，找茬请回。小本生意，招待不起闲人。陈默，少跟我装清高！我今天不是来找茬的。我听说你收了我那个不成器的徒弟魏明，他主动来的，怎么你要把他领回去？哼，他那种蠢笨如猪的废物，白送给我都不要。不过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新收了一个徒弟赵睿。师傅，这就是您说的那位打败您的神厨，也配谈厨艺？你法餐学得不错，法国蓝带第1名毕业，精通分子料理和法式低温慢煮。行，那你会炒青菜吗？对，就是一口铁锅，1勺热油，1盘清炒时蔬。法餐教你这个吗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！高级料理怎么能和这种低贱的街头小炒相提并论？陈默，嘴上功夫没意思。3天后，御膳阁有一场高端品鉴会，敢不敢让你徒弟跟我徒弟比一场？就比麻婆豆腐，输的人永远滚出 H 餐饮界。师傅，我才跟你学2个月。好，3天的后见。我问你，赵睿在蓝带学的是什么？分子料理、法式酱汁、精准温控、摆盘艺术。麻婆豆腐的灵魂不是麻也不是辣，是锅气。法餐没有锅气，蓝带更不教这个。这3天我不教你任何刀工火候，我只教你一样东西：心。小伙子，太辣了，呛嗓子。香是挺香，但总觉得少了点啥滋味，太平淡了。奶奶，是不是太烫了？还是不好吃？我给您重做。不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味道让我想起了我那走得早的老伴儿，吃下去那是让……家人们，今天绝对是 H 市餐饮界大地震！五味居洗碗小伙硬刚法国蓝带高材生，椅子上的是前鲁菜泰东魏坤，这场对决全程高能。小子，等会儿输了别当众哭鼻子，我刀工你梦里都见不到。我不会输，我师傅说做菜看的是心，心，穷鬼才谈心。高级料理靠科学技法，今天给你降维打击。陈默，我还以为你只会躲起来当缩头乌龟，让一个半路摸锅铲的废物登台，你分明是彻底破罐破摔。厨具从无贵贱之分，厨艺从来不看出身。魏大师口无遮拦，迟早自取难堪。各位，今天品鉴会规矩很简单，限时30分钟，考题麻婆豆腐，5位评委盲测打分，只看味道不论出处。现在比赛开始！我的天，你们看这豆腐，刀工也太厉害了！法式分切结合中式刀工，每块豆腐1.5厘米见方，分毫不差，毫无破绽。文柱，想着这3天你体会到的东西，锅在你手里，你就是它的主人。加料，哈，穷途末路了吧？正规比赛居然自带地摊上的科技狠活，真是下作。起锅，时间到，盛菜。2碗麻婆豆腐，一热辣浓郁，一精致标准。结果即将揭晓。先尝第1盘，教科书般标准，能上米其林3星。我给9.2分。漱口，品尝第2盘。这味道不只是鲜，是一种温暖。小伙子，出锅前加了什么？是我奶奶酿的黄豆酱，我想炒出家的温度。他作弊，判违规作废。黄豆酱是家常，中国菜的灵魂是人间烟火，家的味道。我投魏明，我也投魏明。比分3比2，胜者魏明。黑幕！废物，滚！沉默，走着瞧。师傅，谢谢你。是你自己赢的。做菜要想着吃菜的人，回店吧，客人还等着呢。家人们，来踢馆的了，看这架势，来者不善啊！
打扰一下，这位是鹰台料理店米其林2星寿司店鹰台的料理长佐藤一郎先生。听说 H 市最近出了一位夜市厨神，佐藤先生特意来见识见识。吃饭请拿号排队，前面还有25桌。排队？你知不知道我是不是要2星？2星？你看看你这个破店，又小又破人，管你什么星，来了就得守规矩。米其林评的是法餐的标准，不是天下餐饮的最高指示。你的寿司在日本好吃，来了中国未必对得上我们的胃口。狂妄！既然你这么自信，敢和我比一场吗？比什么？就比日料的基础醋饭，看谁的米饭能配得上天下万物。比就比，陈老板，我压你赢，干翻米其林。有意思，打到中日米饭的对决，这可是难得一见。3天后，在我的鹰亭料理店公开比试，双方各做一份醋饭，搭配同一批第三方提供的食材，让现场的食客盲测投票。可以，我接了。川重油重盐，只能靠浓烈的味道掩盖食材的肚子的本配角，在你们眼里，而日料的醋饭才是料理的灵魂。3天后，你会输得很惨。师傅，这回麻烦大了。我刚才查了那个佐藤的底细，他做醋饭简直是变态级别的讲究。你要洗7遍，还要在一定温度下浸泡，用的醋是3种陈年老醋混合，出锅的温度必须精准控制在人体的36度到37度，拿什么跟人家比啊？慧明，你觉得最好的醋饭应该是什么味道？啊，应该是酸甜可口，能衬托生鱼破的鲜味儿。干净的米香，干净的酸味，不抢食材的风头，但又能稳稳地拖住所有的味道。米是活的，你对它粗暴，它煮出来就加生；你对它用心，它就会回报你最纯粹的甜。3天后，我教你怎么做一锅真正的家常饭。这个人不简单。今天这场比试规矩很简单，双方各用5公斤大米制作醋饭，由主办方提供3批不同风味的食材，食客盲测品尝，得票多者胜。看清楚了，这是我们鹰亭的不传之秘，洗7遍，彻底洗去米粒表面杂质和多余淀粉。接下来是南部铁器宇豪煮饭，只有这种锅的受热，才能让米粒在里面彻底翻滚。哼，电饭煲，你们中餐就用这种破烂电器来比赛，太粗糙了。这就是匠人精神，温度、湿度、酸度达到了完美的统一。加蜂蜜和柠檬，简直是胡闹！时间到，第1批食材上场，新鲜金枪鱼腹肉。素晴らしい。反目で取り、この通魔上優勢の鮮度提升一気だ。第1轮投票结果，佐藤一郎18票，沉默12票，佐藤料理长领先。意料之中。生冷的鱼片只有极致的酸度才能驾驭。好戏刚开始。第2批食材：浓酱烤鳗鱼。太好吃了，这米饭越嚼越香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第2轮投票，沉默17票，佐藤一郎13票，沉默反超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我们的醋饭是无敌的。烤鳗鱼怎么可能输？最后一轮决胜局，第3批食材腌制蔬菜。绝了，家人们，这口饭吃的我想我妈了。第3轮投票，沉默19票，佐藤一郎11票，总比分沉默获胜。你的醋饭为什么越吃越让人想吃？因为我的醋饭不是为了炫耀技法，是为了让食客多吃几口菜。米饭是配角，要拖得住。我输了，你的醋饭有温度。你基本功无可挑剔，日料求单点极致，中餐求平衡包容，道不同无高下。师傅，他作弊，加了蜂蜜柠檬，不是传统醋饭，他不配赢。传统是用来尊重的，不是用来锁死活人的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师傅的饭是橱窗艺术品，我做的是累了一天能大口扒的家常饭。艺术让人惊叹，家常让人想念。陈桑，受教了。走，该准备晚饭了。请问哪位是沉默？排队拿号，前面还有30桌。呀，이 자식아！너 이 자식，너 정말 죽고 싶어？这位是大韩国顶级韩餐厅主厨金敏浩先生。金先生说你赢日本寿司不算什么，在韩国国粹泡菜面前不堪一击。哟，家人们，前几天刚走小日子，今天又来偷国大厨，排队送人头啊！你闭嘴，无知！
我是来挑战你的。3天后就在你店门口，我们比泡菜，用同一种白菜，路人盲测，谁就当众摘下自己的招牌。你有病吧？我们五味居根本不卖泡菜，要不要脸？五味居的招牌你不用摘到，还没资格捧。怎么，赌注换一个，输了的人在对方店里洗1个月的碗。狂妄！好，就赌洗碗，3天后见。师傅，你糊涂啊！韩国人1日3餐吃泡菜，那是他们的命根子，咱们拿什么跟人家比？谁说我们没有泡菜底蕴？四川洗澡泡菜，东北酸菜，哪一个比他们差？只是没当成招牌而已。周老，能帮我弄到最顶级的黄心带白菜和最好的辣椒面吗？胶州的黄心带白菜，脆甜多汁，包在我身上，明天一早送来。好，这3天闭门谢客，专心做腌菜。啊切，师傅，这也太辣了吧！韩国泡菜可全靠辣椒糊和鱼露提鲜啊，我们不加虾酱和鱼露吗？泡菜的灵魂不是单纯的辣，是鲜和脆。鱼露太腥，会抢走白菜的清甜，辣只是敲门砖，底味才是定海神石。韩国泡菜是世界文化遗产，你拿什么赢我？话别说太满，准备开坛。今天的规矩很简单，50名食客，25名咱们中国人，25名在 H 市的韩国人，分别品尝2盘编号为 A 和 B 的泡菜，好吃就投票，票多者胜。哼。正宗，这发酵的酸度和辣椒结合的太完美了，有家乡的味道。这就是高水准的韩国泡菜。这个好吃，入口花椒的麻香，带着点冰糖的回甘，最后才是微辣，不咸不辣，空口就能吃。这不是泡菜，这是腌菜。第1轮中国食客投票结果 ：A 号泡菜3票 ，B 号泡菜22票。抗议！你们中国人当然投中国人的，这是作弊！看下一轮。第2轮韩国食客投票结果 ：A 号泡菜10票。B 号泡菜15票，不可能！韩国人怎么可能投给中式泡菜？你们懂不懂什么是正宗？金主厨，我投给 B， 因为它让我想起我奶奶做的泡菜，不是最正宗的，但是最好吃的。总比分 ：B 号37票 ，A 号13票，沉默完胜。我输了，怎么可能？尝尝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辣、鲜、香，和你的泡菜一样，辣只是表面，鲜才是根本。你的泡菜技术很好，但你忘了，食物最终是为了让人开心，不是为了证明正宗。我输了，明天我来洗碗。不用了，回去把你的泡菜做得更好吃就行。下次来，我请你吃饭。陈老板，你这格局，我服。就这破地方，看清楚了，这是夜市地块的拆迁通知，限你们所有商户30天内全部搬走。师傅，咱们才刚火起来，这就要被拆了？不搬。年轻人有点脾气，给你500万，拿着钱立马滚蛋，足够你在市中心开3家新店了。赵老板，你眼里看到的只是一块能盖楼的地，但在我眼里，这里是30个家庭的生计。你给的500万，我沉默不稀罕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赵天豪在 H 市横着走的时候，你还在玩泥吗？哟，赵叔叔好大的官威啊！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这五味居我入了股的，要不要我给我家老人子打个电话？这块地的批文是上面盖了章的，白纸黑字，法律面前，就算是林董事长亲自出面，也不好使吧？赵天豪，你还认得我吗？20年前的老周饭庄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周世航，你不是早就……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当年你因为抢地皮派人下毒砸场子，今天你又想毁了沉默我的心血吗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赵老板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跟你打赌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说什么赌？1个月后 H 市10大名店评选，如果我入选，你必须放弃拆迁，全资改造这里，保留所有搬走，不要1分钱，彻底滚出 H 市。行，我跟你赌，1个月后我带着推土机，等着看你灰溜溜的滚蛋。师傅啊，那是10大名店啊，还要看装潢看底蕴，咱们就几个塑料板凳拿什么比啊？饭店的根本是什么？是环境吗？是盘子好看吗？都不是，是味道。只要味道做到极致，就算坐在马路牙子上，食客也会奉为圭臬。小陈，你这傻孩子，你这是为了帮我报20年前的仇啊！你不该拿自己的前途赌的。周老，我不仅仅是为了您，这里有30户人家，有每天下班来吃碗续命的打工人，这烟火人间不能断在我手里。1个月足够了。师傅，做个撒尿牛丸，至于动用这对兵器吗？
用绞肉机不行吗？绞肉机会切断肉的纤维，破坏口感。只有用铁锹生砸36000下，才能让牛肉里的胶原蛋白完全释放。换你来，砸不够数不许吃饭。哎呦喂，我的老腰！家人们谁懂啊？夜市摊主用古法砸牛丸挑战5星级米其林，这纪录片一发出去，绝对上热搜。告诉他们，第一轮暗访已经开始了，五味居随时老恭候。板，点菜，来1份麻婆豆腐，1份灯影牛肉，1份西湖醋鱼，再来1碗撒尿牛丸汤。大叔，您一个人吃这么多，我们家分量很大的。我吃不吃得完关你什么事儿？做好你的菜就行了，少放点味精，我舌头过敏。这几道菜跨越了川、浙、粤3个菜系，一个人点这些，不是来找茬的，就是懂行的。开火！毫无美感，粗制滥造，就这种地摊货也想参评？这不可能！这火候，这香料配比，就算是在蜀地最顶级的川菜馆，我也没吃过这么霸道的麻婆豆腐。老板，过来。你这菜味道勉强算过得去，但是这摆盘简直丑得惨不忍户。现在的餐饮界讲究的是色香味，颜值就是正义倚仗。你不用法式餐盘，不加点干冰喷雾，谁会觉得你这菜高级？就这卖相，登大雅之堂，可笑意。你是来用嘴吃饭的，还是来用眼睛看画的？在我这里，味道是唯一的高级。好得很，小子，你有种！行，我记住你了，我们走着瞧。完了，师傅你闯大祸了！中午那个干瘦的老头是刘一嘴，他是主评委，得罪了他，咱们第一关就得被淘汰。淘汰？对啊，他出了名的小肚鸡肠，就给我的菜打差评。那如果说明他那条被称为黄金舌头的舌头早就废了，如果是这样，这种烂评委办的比赛不进也罢。猪蹄冻，那是夏天路边摊吃的凉菜。哈哈哈哈！这打洞的你给评委吃凉的，小子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你输定了。时间到，请5位评委品尝打分。软糯入味，辣得非常过瘾，毫无腥臊味，火候把握得很精准，很标准的流水线湘菜，辣味盖住了一切，好吃但没有任何惊喜，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。哼，看他那个破烂凉菜怎么比？猪蹄本身的油腻被胶质完美锁住，冰凉的口感在这个暖气充足的室内，反而成为了一种极佳的解腻口段。这酸辣的酱汁简直是画龙点睛。这道菜让我想起了小候过年，我外婆在院子里冻的那盆皮冻。这道比这种大巧不工份上，我留一嘴，服了。投票结果4比1，五味居胜出，晋级10强。不可能，绝对有黑幕！大冬天的做凉菜，你们评委脑子有病吧？你的菜只有辣没有魂，输的不冤。师傅，我们进10强了，10强啊！这下拆迁办没话说了吧？别高兴得太早，你们扫了赵天豪的面子。以他那种睚眦必报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下一轮会更难，但无论谁来，五味居一步不退。陈默，你一个摆地摊的，靠着投机取巧走到10强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但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师傅，这种破烂地方也好意思叫餐厅？站在这里，我都觉得衣服沾了地沟油的味儿。魏大师，您这么闲，又跑来教我做饭。上次比输了，这次带徒弟来，要是再输了，您打算打徒弟还是打自己？放肆，少逞口舌之快！孙浩可是玉然阁的行政总厨，拿过全国厨艺大赛金奖。这一轮半决赛，你的对手就是他。我会亲眼看着你原形毕露，灰溜溜的滚出 H 市餐饮界。陈老板，准备好关门大吉吧。哼。比赛开始。我从小父母双亡，在师傅家长大的。这道简化版的高级佛跳墙，代表了我对师傅山般厚重的恩情和对家的最高敬意。陈默，
你疯了吧？在这种级别的半决赛上，你做蛋炒饭，你是来砸场子的吗？汤底浓稠，这鸡饭处理的极其完美。好吃是好吃，但太满太腻了。这完全是流水线宴席菜，除了金钱堆砌的味道，我吃不出半点家的温馨。这是暴发户的味道。这碗饭让我想起了我妈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半夜饿得睡不着，我妈就会端出这样一碗用猪油炒的剩饭，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，达到了顶级水准。但那种属于母亲甘孜厨房里的朴实温暖，你一点都没丢，这才是真正的家的味道。5比0，沉默，完胜。晋级前5强。黑幕，你们都是瞎子吗？他这是耍诈，一碗便宜货，凭什么赢我玉苑阁的招牌？魏大师，佛跳墙是用来宴客的，蛋炒饭是用来果腹的。家不需要山珍海味，只需要一碗碗能在身暖胃的热饭。你连什么是家都没弄明白，你输得不冤。看来这些市面上的普通厨师挡不住他了。去，马上给我备厚礼，去请那个人。赵董，您是说隐退10年的厨神黄老？去请。我要这小子在总决赛上身败名裂。国宝级大师赵天豪一个搞房地产的，怎么可能请得动这种级别的人物出山？我不信。20年前，黄老的独子惹了天大的官司，是赵天豪动用关系帮他平了事。黄老欠了这次他出山，恐怕只是为了还债。人情债最难还，看来这最后一场是硬。消息打听到了，赵天豪请出来的是黄景如。黄景如，谁啊？比魏坤还厉害。魏坤在黄老面前连提鞋都不配，他是国宝级大师，魏坤的亲师叔。国宝级大师，赵天豪怎么请得动他？黄老欠他人情，这次是来还债的。人情债最难还，看来这最后一场是硬仗。小陈师傅，久仰。您就是黄老吧？请坐。好茶，泡茶的手很稳，但你的店太小，装不下你的野心。这种苍蝇馆子连像样的排风都没有，评委真没见识。我要在总决赛上挑战你，欠赵天好的人情要还，也想看看你凭什么赢魏坤。店不在大，有魂则灵，够用就行。爷爷，让我上就行，我是您关门弟子。闭嘴！厨艺不分年龄，只分高低。您的挑战，我接受。3天后总决赛，题目不限，输者退出10大名店，恩怨两清。一言为定。师傅，你疯了！那可是国宝级大师，咱们怎么赢啊？不是赢不赢的问题，这是一场传承，我不会给后浪丢人。小陈，你真的长大了。10大名店总决赛巅峰之战，有请挑战者传奇大师黄景如老先生。有请对手黑马沉默。本次对决不限主题食材，限时2小时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这是失传的水中捞月刀法，老爷子刀工还是神级。哈哈哈！炒豆芽，这小子是不是被黄老吓傻了？啊！不可能，豆芽皮薄如纸，怎么可能掏空？那是宫廷绝学香银牙，这小子竟然有这种定力和手腕。最后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时间到！请2位大厨呈上绝顶之作。老夫这道菜名唤雪莲开水白菜。扫汤3次，去尽铅华，这刀工真火候。
因牺牲大象无形，这汤看似白水，却融聚了精华，入口先到灵魂深处。这不是汤，这是禅意。绝了！5位评委打分，天哪，5个9.9分，距离满分只差毫厘，这绝对是厨艺界的泰山沸腾。小子，该你了，别告诉我你就打算拿那几根塞了肉的豆芽对付魏坤。你师叔这手绝活，神仙来了也得跪。赵总说的是，陈默那个小畜生今天死定了。搞什么鬼？1碗白米饭？陈默，你是不是被我师叔吓破胆了？拿一碗破米饭来参加总决赛，滚下去吧！各位评委，请用膳。香菇肉燥饭配香银芽，请。这酱香的钻心啊！我想起我外婆了。小时候家里穷，逢年过节，外婆总会熬一锅肉燥拌饭，那是人间至味啊！黄老的开水别菜是天上月，是国宴之绝巅，而陈师傅的肉燥饭是地上霜，是市井之灵魂，但霜更近人。月很美。打分结果出来了，3位10分，2位9.9分，平均沉默险胜，绝对是黑幕。黄老怎么可能输给一碗破米饭？后生可畏，这碗饭老夫输得心服口服。黄老，您没输，开水白下是巅峰，肉燥饭是日仰望，日常让人活着。灶台之上本没有高下，好一个没有高下！我黄景如一辈子输过比赛，没输过心服。今天你是第一个。赵老板，人情我还了，从今往后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的破事与我无关。小茶，我们走。陈默先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高超的厨艺，实在是我们中餐之幸啊！好得很。陈默，你别以为赢了一场比赛就能保住这块地，咱们走着瞧。哎呦喂，这都排了2个小时了，陈老板到底啥时候能炒到我的肉闹饭啊？家人们，这里就是打败了国宝级大师的五味居，今天非得尝尝这地上霜到底是个啥味儿。各位街坊、游客朋友们，今天的肉闹限量200份，后面的别排了，明天赶早。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，五味居存在极其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。领导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店每天拿84消毒液拖地3遍，案板生疏绝对分开，连苍蝇都找不出一只啊！有没有问题？不是你说了算，给我查，一处死角都别放过。姓孙的，你少在这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？肯定是赵天豪那个老王八蛋指使你们来的。这位同志，请你注意言辞，我们是依法办事，你再妨碍公务，我连你一起抓。行，依法办事是吧？我这就给你们局长打电话，我就不信了，光天化日之下还能任由你们这种黑心肠的搞我兄弟的店。莫哥，他们摆明了是来找茬的。放下手机，让他们查。清者自清，只要在阳光下，就不怕见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师傅秘制的黄豆酱，每天用来做底料的。胡闹！这酱包装呢？生产厂家呢？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在哪里？这是自己家熬的，新鲜的，要什么厂家呀？根据食品安全法，自制调料未标明成分及制作日期的，一律视为3无不合格产品。这桶不明糊状物必须带回局里做独立检测。这桶酱是我们店的灵魂，您可以带走检测，但请不要污染它。检测出结果后，请原封不动的还给我。还给你？陈老板，你想的太天真了。在检测报告出来之前，五味居存在重大卫生疑点，即日起暂停营业，查封整顿，所有人立刻清场。陈默，做饭再好吃又怎样？在这个社会，权力才是真正的刀。这一招釜底抽薪，我看你拿什么破？莫哥，你看看本地热搜，网红店惊现3秀毒酱料，底下全是水军带节奏，肯定是赵天豪那老王八蛋买的通稿。这可怎么办？再封几天招牌就彻底臭了。师傅，要不咱们服个软，去找找关系？放屁！凭什么服软？我这就联系律师团队去告他们。不用找律师。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他们不是想捂住盖子泼脏水吗？那我就把这盖子掀开，把水泼回去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的火锅是干净的。林少，你去把你的直播设备拿过来，我们就在这儿现场直播。师傅，你要干嘛？当街做酱，那秘制配方不就全曝光了吗？这可是咱们立店的根本啊！魏明，记住，
配方是死的，手艺是活的。我今天就是要敞开大门让他们看。家人们，这就是热搜上的五味居。今天陈老板亲自下场，把所谓3无毒酱料8个底朝天，绝对透明。都来看看什么是良心。今天我教大家做五味居的灵魂秘制肉闹酱。第一步，选肉，必须是肥3瘦7的黑猪带皮五花肉，纯手工切丁，用绞肉挤会炸断肉的纤维，入口就成了一滩死泥。只有手切才能锁住肉的汁水和灵魂的嚼劲。香菇必须是野生的干椴木香菇，泡香菇的水千万别倒，这是提鲜的琼浆玉液。第二步，炸葱头，火候是关键，要炸到金黄酥脆，少1分不出香，多1分则发苦。最后加入灵魂。3年以上的新会陈皮，去腥增香；老冰糖提亮色泽，剩下的就是时间。小火慢熬6个小时，中间半步不能离人，必须不断搅动，防止糊底。美食从来没有捷径。我的妈呀，这什么味道？香得我腿都走不动道了。老板，这酱多少钱一罐？我出500，不1000。今天不卖，等卫生局的检测结果出来，五味居洗刷园区重新开业那天，这第一锅酱我陈默免费送给大家。反了，这小子反了天了！孙科长干什么吃的？封条都贴了，他居然敢在大街上开直播！马上给老子找水军封他的号，去把他那口破锅给我砸了！黄老头，你来干嘛？比赛你可是输了，别想趁火打劫。老夫黄景如在灶台前站了整整50年，这辈子吃过无数山珍海味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陈师傅，这锅肉燥酱是老夫见过用料最扎实、最干净的酱。卫生局的检测要是能查出半点问题，老夫这双招眼立刻抠下来当泡菜。陈默哥哥加油，我们信你！孙科长，检测结果出来了吗？全网都在等真相。孙科长，传言是赵天豪指使您滥用职权，是真的吗？胡说八道！我们是依法办事，大家让一让，别妨碍公务。孙科长，3天到了，我的酱活下来了吗？经过市疾控中心和卫生局的联合检测，五味居自制酱料所有检测项目全部合格，五味居即日恢复营业。赢了！莫哥，我们赢了！我就知道他们查不出个鸟来。师傅，咱们的店保住了，清白保住了。孙科长，留步。孙科长，您这3天跑上跑下的，辛苦了。五味居今天重新开张，不知孙科长赏不赏脸，留下来吃碗肉捞饭，我亲自给您拌酱，保证安全卫生。不了，局里还有会议。陈老板，祝你生意兴隆。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真以为老子治不了你们？赵总，网上现在全是在骂我们天豪集团的，咱们的股票开盘就跌停了。哎，各位街坊，各位老铁，乌云遮不住太阳，好味道经得起考验。今天咱们五味居正式恢复营业啊！为了感谢大家这几天的支持，今天全场菜品一律5折。陈老板亲手熬制的第一锅招牌肉捞饭，前100位全部免费！我操，我排第一！我馋那口酱馋了3天了，我第2来3大碗，我要吃亏，陈老板。各位慢点儿，排好队，今天酱管够，饭管饱。上饭。
拜拜。